性却无边，我是你的原前女友呀。前几天看了一部禁忌电影《画面之清奇》，剧情之诡异，那真的是震惊我的三观。它就是动画《少女春》。下面就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背景凄惨的少女如何被时代抛弃，被人们践踏到尘埃里吧。小绿年纪还小，爸爸抛弃妻女，妈妈卧病在床，她也只能靠卖山茶花维持生计。可是世道艰难，小绿的花篮到了晚上仍然是满满当当的。幸好世上好人多，小绿遇见了个善良的叔叔，买走了她所有的花，还劝她早早回家陪妈妈，有困难就来找自己。回到家后，小绿愉快地和妈妈分享喜悦，她终于能参加学校的远足了。然而掀开被子才发现妈妈已经去世了，尸体也成为了老鼠的口粮，唯一的亲人不在了。孤苦无依的小绿只好去找叔叔帮忙。她根据地址来到了一个杂戏团，这里的人不仅身体畸形，心里也十分变态。而所谓的善良叔叔就是个杂耍团的坏老板，他控制住小绿，让她当杂耍团的艺人。学校、远足、昔日的美好都成了过眼云烟。小绿作为马戏团里唯一的孩子，白天要进行变态表演，晚上要被变态轮番欺负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杂技团的男女还经常胡搞乱搞，场面一度让人想自戳双目。而小绿唯一的心灵寄托就是一窝小奶狗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感受一下毛茸茸，起码能加半管血。某天杂戏团里的女装大佬发现了小绿的秘密，她笑着杀害了狗狗们，甚至把肉炖成了汤。小绿刹那间知道什么是人间炼狱，可她的悲鸣哀毫无用处，因为杂技团不相信眼泪。从这以后，小绿就更想回家了，她常常跟着火车一起呜呜呜，试图得到共鸣。日子逐渐过去，冬天也到了，绷带男用取暖当借口强行凌辱了小绿。他知道自己早已没有权利勇敢地说一声 no。 绷带男变本加厉，他甚至让小绿去给畸形人洗澡，一旦小绿反抗，面临的就是欺辱和鞭打。他连做梦都在祈祷爸爸出现会拯救自己，然而即使在梦里的爸爸也只是蹲在角落里啃黄瓜。小绿在绝望中变得扭曲，还被毛毛虫钻进了耳朵里。在艺人们的尖叫嘲笑声中，小绿的梦醒了，原来他是发烧了。最近杂技团的收益很差，毕竟观众都不爱看老戏嘛，这收益差了，老板就开始拖欠工资了。即使面对色诱，他都一毛不拔，发誓要当欠钱的铁公鸡。艺人们拿不到钱就开始责怪小绿，这娘们一看就是命里带衰，自从她来了，我们都没有幸运过。好嘛，您自己大肠干燥，也怪地球吸引力不足呗。哎，天地不仁，万物为刍狗。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，老板为了赚钱，请来个会西洋魔术的艺人，名字叫正光。他最强的技能就是变大变小，小小的瓶子对他来说都能变成容身之所。正光虽然长得不帅，却是个非常温柔的人，他会给小绿变鸟变花，两人也在相处中坠入了爱河，经常为爱发光发热。小绿甚至想和正光结婚，但是一想到自己贞洁不在，就自卑的不行。正光的表演到哪里都很卖座，小绿也水涨船高，成为了他的助理。老板手里有了大咖，赚钱赚的都数不过来了，恨不得时时跪舔正光。正光非常的宠溺小绿，听不得别人说他一句不好，他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于是就把变大变小的诀窍偷偷交给了小绿，让他用来自保。等绷带男再欺负小绿时，他已经硬气了起来，嘴炮技能点满，你个绷带木乃伊，断臂小垃圾。大块头为了惩罚小绿，就把他抡圆了扔来扔去，而小绿则在空中变大，软柿子突然变硬了，把众人吓了一跳。再加上正光的震慑力，谁都不敢再欺负小绿了。正光还抢走了老板的账本，表示今后的工资都由自己来发，想要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，大方的老板才能收获人心。偏偏绷带男脑残，他不愿把小绿拱手让人，就决定去报仇。前一秒还衣袂飘飘，下一秒就被流沙吞噬了。他在正光的幻境里直接凉凉了，而绷带男的下场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正光的杀伐果断。杂技团的员工们都陷入了涨工资的喜悦，对他们来说，绷带男的死好像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。小绿偶然看见了真相，也发现了正光的阴暗面，可他知道正光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经纪人找到了小绿，还想请他去拍电影。换谁都知道，那可是大荧幕上，比杂技团有前途多了。小绿看着经纪人的名片，眼里也闪动着光，光的名字叫梦想。然而转眼间，这光就被正光给撕碎了。他声称自己是小绿的监护人，什么事情都由他说了算。小绿和正光因为这件事产生了隔阂，一个向往自由，一个试图束缚。正光为了控制小绿，不仅对他使用暴力，还把他关在瓶子里，让他自我反省。没了助理，正光自己上台表演，他磨磨蹭蹭的样子遭到了不少观众吐槽。喂，侏儒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正光不乐意了。第一，我不叫喂，我叫正光。第二，我不是侏儒，我是浓缩的精华。第三，我要惩罚你们。正光一发功，观众全发疯，每个人都陷入了幻觉，幻想自己扭曲破碎了，现场瞬间混乱。谁又能想到正光连这种失传的大规模幻术都能信手拈来呢？虽然观众们最后都没事儿，可他们以后也不会再来了。老板知道杂技团需要马上转移阵地，可是他没想到顶梁柱正光居然要退出。正光找到了月下祈祷的小绿，希望带他一起离开，奈何天大地大，小绿只想回家。
正光对他施展了幻术，小绿也终于回到了记忆里的家。这里有爸爸妈妈，他们没死也没啃黄瓜。在父母的陪伴下，他难得的睡了个好觉。等钟声响起，小绿也在正光的怀抱中醒来，他的心愿已了，愿意和正光一起去流浪了。赚钱的工具没了，杂技团的老板赶紧抛下了所有人，自己卷钱跑了。女装大佬修短了长发，大家准备各奔东西，各奔前程。小绿、正光与众人告别，在分离的一刻，即使是曾经面目可憎的怪人，也看着可亲了起来。两个人走在樱花树下，世界一片粉红，美好似乎近在眼前。出发之前，正光说要去买点吃的，省得在路上小绿无聊。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小绿觉得越来越有安全感，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不是梦，也不是幻境。正光手里捧着食物，返回去寻找爱人。这个矮小却强大的男人，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在下一秒遇见强盗，并被无情的杀害。在正光的眼前，衰落的红苹果变成了小绿的笑脸，而他再也难以看到了。小绿在车站等了很久，但是他等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。他焦急地奔跑寻找，四周的景色都与他无关。小绿不知所措了起来，难道自己又被抛弃了吗？绝望中的他眼前出现了幻觉，杂技团的人都站在一起，大张着嘴巴嘲笑他。他再也忍不下去了，拿起棍棒挥向过去。樱花树那么美，樱花瓣那么碎，而他的世界却忽地空白了。世界之大，小绿又变成了一个人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少女春这部动漫因为一些原因被禁播了，它常常与畸形、怪诞和猎奇等等奇怪的词汇联系到一起。但是通过现象看本质，它不过是在讲一个少女的故事。春的意思就是山茶花，这也就是小绿最爱的花。它美丽却又容易凋谢破碎，这两种属性都像极了小绿。少女曾经以为生活虽苦，还好有好人相助，后来变成了经历虽痛，却有宠物相伴。直到她的陪伴、梦想乃至于爱情都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打破，她才知道原来只有孤独如影随形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